荒在何方？速速出来受死！随着10号从仙道花瓣出来后，教主们气势汹汹，有天神直接封锁了天地，困住了虚空，把所有人都拦住了。因为外界的教主们早就知道了，有人得了大造化，混在人群里，而10号更是成了众矢之的，因为他身上有仙种、仙晶，还有逆龙鳞这些宝贝，哪样都是让人眼馋的东西。更别提还有些大教恨他，恨得牙痒痒，就为了杀他而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冷着脸，高高在上的喊：“荒，你逃不了了！我看还有谁能救你！”教主的威压一放出来，整个天地都跟着震动起来。在混乱中，各族的长辈纷纷召唤自家后辈，天才们被领回身边，才暂时松了口气。然而，强大的神念不断扫过人群，检查是否有问题。突然，一片阴雾升起，无尽的亡灵海汹涌而来，扰乱了天地的宁静。石冠王出手，祭出亡灵海洋，而谪仙也趁机撕裂虚空，手持天角椅的独角逃走。众多奇才纷纷趁乱遁走，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教主们轻易抓回。10号手持原始真解和逆龙鳞，谨慎地在黑雾中前行，准备寻找机会逃离。他原本想借助仙谷内的教主的力量脱身，却意外被传送到了这里。就在这时，他遇到了一个蓝发的天妖，名叫葛乾。两人一碰面，都认出了对方的身份。葛乾是天妖，实力很强，但当年被一坨龙粪砸中，成了黑历史。葛乾让10号交出仙道经书，10号当然不肯，还故意喊出葛乾的外号，然后催动金色破戒符，沿着谪仙撕开的虚空跑了。葛乾气得大骂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应龙突然出现，带着一群强大的生灵，探下巨大的龙爪，把葛乾和其他天才都抓走了。应龙原本想杀进仙谷，现在却改变了主意，要从这些天才手里夺造化。禁区里的强大生灵纷纷出现，一场混战瞬间爆发。10号靠着破戒符逃出去很远，但突然被一股神秘法阵拦住了。他抬头一看，数十位天才都被困住了，都是手段厉害、身上有秘宝的人。教主们早就布下大阵，就是为了拦住他们。10号被认出后，众人立刻围了上来，一个个争着要带走他。10号他已经成了猎物一样。这时候，天人族的护道者出现了，他曾经被10号打败过，这次又来了。他阴森地说：“荒，我终于等到你了，为了天人族，你必须死。”10号气得不行，当年他护送云溪，对天人族有大恩，结果却被恩将仇报。现在，天人族居然又来抓他。天国的副教主也来了，明主也到了，剑骨、火云洞、妖龙道门的人纷纷登场，他们一个个都盯着10号，好像他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方向突然爆发出霞光，像长河一样绚烂，还伴随着道泽碎片和混沌气，引得人群一片惊呼：“世界树幼苗！”连教主们都被这宝贝吸引，纷纷冲了过去。原来这是石冠王手中的宝物，他手持世界树幼苗，击穿了众人的封锁，想要突围。这幼苗太厉害了，连法阵都能瓦解，让教主们忌惮不已。然而，一只毛茸茸的大爪子拍了下来，原来是兽海的主人也盯上了世界树幼苗。就在这时，一条雪白的石拱桥出现，横贯数十法阵，有人带着石冠王上了桥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当时地族的人，直接把石冠王带走了。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，心里不甘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毕竟地族的实力无人敢惹，连兽海的主人都不敢追。这边教主们又把目光重新聚焦在10号身上。火云洞的老者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小辈，先把玉石道书交出来，一会儿给你个痛快。”10号怎么可能妥协？他直接回怼：“老东西，别倚老卖老。说起来我在仙谷可是遇上了不少火云洞的弟子，实力差得要命，还一个个自命不凡，说什么要镇压醉血后代，可笑。”10号知道这些教主根本不会放过他，与其示弱，还不如硬刚到底。就在这时，妖龙道门的老者抢先出手，一巴掌劈头盖脸地打过来。10号赶紧祭出万灵图，各种神禽走兽奔腾而出，挡住了这一击。天人族的护道者也出手了，手掌抓向10号，却被万灵图和逆龙鳞挡住。10号怒喝一声，祭出逆龙鳞，龙影蒸腾，圣光蔽日，震得众人后退。明主在虚空中冷眼旁观，道：“别弄坏了我地府的天纵神狮。”在他看来，10号已经是一具尸体，注定要被埋入冥土。紧接着，神庙的强者也到了，威严无比，问10号：“你就是荒？”10号毫不畏惧，说道：“我杀了古圣子，你想报仇就过来吧。”神庙的强者气得不轻，声音冰冷道：“多少年了，都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”10号心里也着急，他原本计划拉拢9位教主，结果被仙道花瓣直接带走，现在陷入了绝境。他没有世界树幼苗，很难击穿法阵。万灵图虽然厉害，但只能被动防御。就在众人准备对他下杀手的时候，突然天空中坠落密密麻麻的一群人，他们都是各教的后辈。这是谁干的？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齐道林就出现了。他冷冷地说道：“我说过，谁敢杀我弟子，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话音刚落，不灭生灵也出现了，金色翅膀铺天盖地。他怒吼道：“谁敢动荒，
我就杀谁。10号看到齐道林和不灭生灵，心里又感动又振奋，差点没哭出来。齐道林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样的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弟子，一个人硬撑到这会儿，真不错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金色道袍卷起10号，把他护在身边。不灭生灵也露出难得的笑容，夸10号在仙谷里干得漂亮，把各教弟子都给镇住了。10号心里暖烘烘的，这2位大神级人物都来帮他，他怎么能不感激？齐道林越说越兴奋，说10号的表现远远超出他的预期。当年他还以为10号最多能排到第10名左右，结果10号直接横推仙谷和10冠王、谪仙这些顶尖人物平起平坐，成了最强者之一。不灭生灵也说：“好样的，我辈不孤，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成为我们这样的人物，时间不会太长。”这话一出，全场震惊。要知道，不灭生灵那可是连教主都不放在眼里的存在，他居然这么看重10号，这下10号的名声肯定要传遍天下了。然而，火云洞的洞主冷哼一声，说齐道林当年偷学百家，早就该死了，现在居然还敢来惹事。天人族的护道者也跳出来，说齐道林杀他们后辈弟子，现在3000州都没他容身之地了。齐道林却毫不畏惧，说道：“谁敢动他弟子，他就灭谁的后代，说到做到。”这时候，仙殿的2号人物也出来了，冷冰冰地说齐道林是至尊殿堂的余孽，早就该死了。齐道林却毫不示弱，说他的弟子把仙殿传人打得落花流水，仙殿有什么资格说他们没落？不灭生灵也站出来训斥仙殿2号人物，说他当年连自己师傅都不如，现在居然还敢来嚣张。这边补天教的教主带着月禅和他舅爷也在远处观望。月禅问教主要不要出手，他舅爷赶紧说道：“如果能和10号拉上关系，将来肯定有大好处。”另一边，魔女也在问劫天教的教主要不要救10号。在天边，雪灵也在求救：“老祖宗，那个人救过我，您一定要帮帮他。”他面前的血皇一族老祖鹤发童颜，实力惊人，但似乎还在犹豫。另一边，曹雨生也在急得直跳脚：“师傅，你睡醒了吗？睡醒了就赶紧救人啊！”他面前的小老头昏昏欲睡，似乎还没完全清醒，而局势已经剑拔弩张。场中大战一触即发，天人族的护道者大喝：“大家一起上！”不灭生灵和至尊道场的齐道林，不过2人而已，全部镇压。话音刚落，齐道林就带着10号冲向了天人族护道者，双手发光，拍出一片古文，光芒璀璨。天人族护道者怒吼，奋力抗击。他曾经很强，但如今已经衰败，血气干枯。2人交手，宝术冲霄，一头巨大的蟒牛虚影出现，咆哮着吼碎了天地，天崩地裂，山脉断裂，无人区的修士们惊恐万分。齐道林大喝：“老牛，屡屡欺压我弟子，当我这一脉好欺负吗？”他掌中发光，拍出万重古文骇浪，一剑斩落，直接斩断了天人族护道者的牛角。10号眼疾手快，收起了牛角，又一块牛腱肉也被他收了起来。天人族护道者2次受伤，逃向远方，躲在了教主们的身后。他心里清楚，今天这场恶战，对面的2大强者会拼命，哪怕战死，也要拉上一些人垫背。他不想被击杀，所以抢先出手，负伤后躲在后方。火云洞的洞主见状，大喝：“这么多道友在此，区区2个人算得了什么？大家一起动手！”火云洞、剑谷、妖龙道门等教派都与醉血一脉有仇，希望击杀10号。仙殿的2号人物也冷冰冰的开口：“那就杀吧，一个也不留，都斩了。”神庙的强者、堕神岭的魔尊和其他各教至高人物纷纷下场，杀气滔天。仙殿的2号人物结出人仙印，一尊巨大的人仙虚影浮现，俯视天下，恐怖气息弥漫。齐道林大喝：“敢同我单独一战吗？”然而，火云洞的洞主和堕神岭的魔尊已经联手攻击而来，不灭生灵也出手了，大袖一展，天崩地裂，一下子杀到人群中，同时对多人出手。齐道林面对仙殿的2号人物和堕神岭的魔尊，施展8九天宫，8九种神通一齐绽放，璀璨若星辰炸开，震得堕神岭的魔尊咳血。然而，对面人太多，火云洞的洞主也加入了围攻。不灭生灵那边形势更加恐怖，他展动一对巨大的翅膀，挡住了4面8方的攻击，一声咆哮，揪住了妖龙道门的副门主，生生扯断，形神俱灭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。就在这时，剑谷的谷主出现了，手持神剑，傲立天地间。他冷冷地对不灭生灵说：“当年又不是没有战过，你今日来逞凶，还想被镇压吗？”不灭生灵冷笑，施展无敌拳印，再次击杀一人，但自己也受了伤。他大吼一声，震动山河，似乎在呼唤强者。突然，一个老者悠悠而来，踏落在这片土地上。10号震惊，这人正是当初在昆门卖给他信物的糟老头，居然是不灭生灵的次甚。鲲鹏子，久违了，你终于要动用真身了吗？我来领教。天国的主人提着一口滴血的神剑，站在古老的战车上。远处，西方教的教主也走来，冷冷地说：“鲲鹏子，我倒要看一看2身合一后的真身有多强。”鲲鹏子这3个字一出，
全场都炸了。鲲鹏的亲子，这身份太吓人了，连10号都懵了。虽然他早有猜想，但真正听到这个名字，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不灭生灵的来头太大了，难怪他曾被封在混沌中100万年，只为沐浴太初之气和先天道则。这等手笔，也只有鲲鹏、天凤这样的10凶强者才能做到。鲲鹏子，昔日一战你被镇压，还不知悔改，这次还想兴风作浪吗？魔魁园的主人，也就是魔主，冷冰冰地说道。他盘坐在一轮黑色大日中，散发着夺人心魄的气息，黑色火焰熊熊燃烧。魔主是植物系修士中的传奇，威震上界3000州，大战无数，从未被灭。天国之主也来了，手持滴血的神剑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就算鲲鹏复活又如何？”剑谷的谷主更是直接，剑芒冲霄，斩裂苍宇，冷笑道：“鲲鹏都死了，还提他做什么？”妖龙道门的门主也到了，庞大的龙躯俯冲而来，鳞片如山岭，带着血光和煞气，气势逼人。不灭生灵冷笑：“鲲鹏若在世，你们敢来吗？”鲲门的老者，也就是他的次身，严肃地说：“若非昔日有那2个生灵参与，你们也别想动鲲鹏。”他这一声冷哼，震得天宇皲裂，让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10号心中一震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些秘密只有少数老古董才知道，而这些似乎都关乎最血一脉的荣辱。别废话了，直接镇杀！天国之主催动战车，血雾笼罩，开始发动攻击。剑谷的谷主也挥剑斩下，演化出剑界，镇压不灭生灵。不灭生灵一声大吼，金色羽毛炸开，10万金色天剑飞出，与2大高手激战起来。妖龙道门的门主也出手了，吐出龙珠化成宝具，攻向不灭生灵。鲲门的老者挥拳，展现鲲鹏奥义，一拳砸碎龙珠。接着，太阳神宫的主人、魔魁园的主人、罗浮真谷的强者，所有教主级人物都出手了，杀伐气滔天，震动古今。不灭生灵虽然强大，但面对这么多教主的围攻，也有些吃力。他被白犀牛的犀角刺穿，却被他生生撕开，血洒大地。天国之主和剑谷谷主的剑芒也让他身上出现血花，但他凭借9灭不死术，快速恢复了过来。鲲门的老者也在人群中冲杀，双目射出符文光束，震裂虚空，洞穿一位教主的眉心。他大喝：“鲲鹏子，别担心，我来助你！”就在这时，一头金翅大鹏和一头青天鹏也赶到了，气势汹汹，震动日月山河。剑谷谷主喝道：“金翅大鹏、青天鹏，你们也想趟浑水吗？这是个叫联手对敌，你们要阻挡天地洪流吗？”天国之主也说：“无论是谁来了，也改变不了结局。”话音刚落，天空中突然飘落下金色的柳叶，一枚又一枚。一道声音轻语：“是吗？”当金色的柳叶飘落时，所有人都变了脸色，尤其是太阳神藤，当年在下界被柳神斩断身体，逃回上界，对这种气息太熟悉了。有人不信，认为柳神已经进入原始之门，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但10号心中激动，他知道这是柳神的叶子。就在这时，一枚金色柳叶飞来，击穿了一位教主血符的眉心，将其击杀。这一幕让在场的人动容，意识到这绝不是装神弄鬼。柳神的叶子展现出了惊人的力量，让所有人都感到忌惮。此时，孔雀神主出现，带着崇敬之色仰望天空，他深知柳神的恐怖。当年柳神大战群雄，斩杀多位教主，甚至击杀了一位冥土的混沌古师，让冥主得以统御阴土。柳神的传说在上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猜测他可能是残体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展现出惊人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9位仙古一地的教主出现，证实了金色柳叶的来源，这是一段来自仙古一地的枝杈，而非真正的柳神。这一消息让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，认为这段枝杈虽然强大，但无法持久作战。然而，不灭生灵和其道灵依然战意高昂。天国之主说道：“弄了一段树杈，就想蒙蔽我等，今日得有个说法，不能善了。”冥主附和道：“不错，皆因荒而起，自然要有个交代。他死亡雾霭涌动，杀气滔滔，最血后代必须得死。”剑谷的谷主很直接与明确，当然，在场很多人更想杀掉其道灵，还有不灭生灵。不灭生灵大喝道：“就凭你们也想威胁我？”随后再次出击。此时，金翅大鹏、青天鹏以及9位仙古一地的教主全部站在他们这一边，形势逆转。突然，青铜仙殿摇动，仙殿的第1代至尊复苏了，他直接宣布要镇压不灭生灵和其道灵。剑谷的谷主也趁机逼迫，局势再次紧张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株金色的柳树冲来，对抗青铜仙殿。剑谷的谷主和西方教的教主同时出手，却被一道白衣身影轻易化解。这道身影拍飞了青铜仙殿，折断了剑谷谷主的神剑，还洞穿了西方教主的牵手。10号惊呼道：“柳神，这绝不是一段枝杈，而是真正的柳神再现。”他以惊人的力量击退了2大强者，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。